各位朋友，请你现在先停一下，把手伸出来，翻过来看看你自己的手背，再看看你身边父母的手背。如果父母不在身边，你就回想一下，他们手上的皱纹是不是已经深到可以夹住一根针了？你别急，我不是要跟你讲手相，我是要跟你讲一个比手相还扎心的事。你知道最近台湾有一批老人正在悄悄做一件事情吗？他们不是在买墓地，不是在选棺材，而是在很平静地告诉自己的子女一句话：我死后不要办丧事，火一烧，找个树，撒了，找个海，扬了，简简单单，别惊动任何人。很多子女听到这句话，还觉得父母真开明，真洒脱，真与时俱进。但我跟你讲，你如果真信了这句话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我今天就要把这句话背后的东西一层一层剥开来给你看，因为这句话可能是你的父母这辈子对你说的最后一次谎。你如果觉得我这话说到你心坎里了，先别急着滑走，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让我慢慢把这个天大的真相讲给你听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活了这几十年，看过太多人间的聚散离合，也听过太多家庭的故事。我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，一个人越是轻描淡写的说身后事，他心里的分量就越重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连自己最后怎么告别这个世界都不在乎了，那他到底在乎什么呢？他在乎的是你们啊，他在乎的是自己走了以后，你们这些做子女的还要过日子，还要上班，还要还房贷，还要养孩子。他怕自己的一场丧礼把你们从外地拉回来，让你们请假，让你们花钱，让你们在亲戚面前演戏，让你们为了一个排场争论不休，所以他干脆替你们做主了。他说不要办了，简单点，你们好，我就安心。各位，你听到没有？这不是开明，这是体谅，这是临终前的最后一次母爱，最后一次父爱。这是一种无声到几乎让人心碎的付出。但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还不在这里。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，当死后不办丧事这句话从一个老人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它往往不只是一句交代，它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你有多久没有好好陪过他，照出了你们家这几十年的亲情是浓还是淡，照出了他晚年有没有真正开心过。你明白吗？一个被爱包围着的老人，他说死后不办丧事，那是真的放下了，那是境界，那是圆融，那是他这辈子活明白了。可是一个在孤独里熬了10年的老人，他说死后不办丧事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心寒，那是无奈，那是妥协，那是他已经不指望你们了。他觉得自己走了之后，你们不会哭，不会想他，不会去坟前看他。与其让自己走后的骨灰坛在纳古塔里落灰10年20年没人扫，不如干脆撒到海里，干干净净，不给任何人添麻烦。各位朋友，你听懂了吗？同是一句话背后的心境天差地别，一个是白天的太阳，一个是深夜的冷风。你要是分不清这两者，你就可能把父母最深的绝望当成他们最后的洒脱，然后等你明白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没有机会弥补了。在我往下讲之前，我要先跟你立个规矩，也教你一个看人的标准。你要判断一个老人说这句不办丧事到底是真释怀还是假洒脱。你不能看他说这句话时的表情，
你要看他平时是怎么过的，你要看他这10年有没有人陪他吃饭，你要看他生病的时候，床边有没有人递一杯水，你要看他过年的时候，年夜饭是摆了几双筷子，你要看他跟你打电话时，是说3分钟就挂了，还是依依不舍的反复说好好好，你先忙。这些细节骗不了人的。我跟你讲，人心这个东西最会撒谎的就是那张嘴，可日子不会撒谎，孤独不会撒谎，眼睛不会撒谎。老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电视开到最大声，那是在听个响，不是在看节目，那是在给自己壮胆，那是一个人在对抗满屋子的寂静，你懂吗？所以记住我的话，不要听他怎么说，要看他怎么活。好，规矩立完了，那我今天就教你选择死后一切从简的老人，大概分成4种。你听完可以对号入座，你自己心里就有数了。第一种叫真豁达型，这种老人一辈子修行修心，读书读透了，世事看淡了，生死在他眼里就是一次搬家。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，这种人你拦都拦不住他洒脱，他根本不在乎那一场仪式。第二种叫怕拖累型，这种老人一辈子付出惯了，心软面薄，他最怕的就是给孩子添麻烦，他宁可自己委屈一点，也要让你们轻松一点。这种老人最让人心疼。第3种叫心寒型，这种老人是看透了，也等够了，他等你们回来陪他，等了1年又1年，等到最后他不等了，他说算了，我走了以后你们也别来了，我谁都用不着了。各位，这种话听起来最狠，其实那颗心最软最碎，你听不出来，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用心听。第4种叫嘴硬型，嘴上说不要不要，什么都不办，骨灰撒了就撒了，可到了真要走的那一天，他会拉着你的手，眼睛一直看着你，那句话咽在喉咙里说不出来。他其实想说，孩子，你能不能记得我久一点？你能不能每年清明，哪怕就在家里，给我摆一双筷子，喊我一声爸，喊我一声妈。各位，这4种老人命不一样，福报不一样，遇到子女也不一样。我今天就给你讲4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，都是普普通通的市井小人物，没有一个是剧本，都是血和泪换出来的教训。第一个故事，我要讲一个心冷的悲剧，讲的是一个菜市场的单亲妈妈，姓林，我叫她林阿姨。林阿姨在台北一个菜市场卖鱼，卖了30多年，手上全是鱼鳞割出来的口子，指甲缝里永远有一股洗不掉的腥味。她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，儿子争气考上科技大学，毕业后进了内湖科学园区一家公司，收入不错，可是忙啊，忙到什么程度呢？1个月回不了2次家，每次打电话就是3句话：妈，我加班；妈，你自己吃饭；妈，我下个月回去看你。林阿姨呢，每次都是说没事没事，你忙你的，妈自己会照顾自己，你放心。你听听，多么懂事的一个妈妈，对吧？然后前年林阿姨查出了病，她不告诉儿子，自己去医院，自己在病床上躺了7天，连个送饭的人都没有。是她隔壁鱼摊的陈姐看不下去，天天给她送一碗粥。等到儿子终于知道的时候，林阿姨已经要出院了。儿子在医院走廊抱着她哭，
说妈你怎么不早说？林阿姨就笑了，说这不是好了吗？你看又浪费你请假了。各位，这一句又浪费你请假了，你听得不心酸吗？什么叫伟大？这就叫伟大，伟大到让人想哭，伟大到让人觉得这个妈当得太不值了。后来林阿姨就开始交代后事了，她当着儿子的面说，我死后不要给我办告别式，不要铺张，不要请那些不认识的人来鞠躬，我辛苦一辈子，不想在死后还被人当猴子一样看，火化完放到树底下就行了。你们不用每年来看我，也不用怕麻烦，妈不在乎这些。儿子听了还松了一口气，觉得妈妈真是通情达理，真是体谅人，还跟同事说我妈真酷，以后也学她，树葬不麻烦。各位，你听听这个儿子说的话，你可能觉得没什么，可我听到的是一个妈妈在试探儿子，她在说孩子，妈妈要走了，你愿不愿意为我停下脚步？你愿不愿意多陪陪我？可惜儿子没听懂，他只听到了一件事，妈说不用麻烦，那就真的不用麻烦了。然后半年之后，林阿姨走了，在一个凌晨，一个人床头放着一碗没吃完的白粥，走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张照片，是他儿子大学毕业穿学士服的照片，照片的边角都磨白了，他一定看了无数次。儿子赶回家，抱着照片哭得跪在地上。他在灵堂前说，妈我错了，我该多回来陪你的。可是人已经不在了，因为林阿姨生前嘱咐过一切从简，所以最后的告别式简单到什么程度，就儿子和女儿两个人连司仪都没有，骨灰装在一个小罐子里，种在一棵樟树下，连一块碑都没有。儿子跪在树下哭了整整一下午，他说妈，你现在不用怕麻烦了，我把全公司的人都带来，他们都来看你。可那些掌声，那些鲜花，那些鞠躬，那个妈已经看不见了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我心痛的第一个故事。一个妈妈心太软，太怕麻烦孩子，结果孩子就真的把他的身后事办得冷冷清清，清到一个妈妈走的时候，连一炷香都没有人给他点。你说这是谁的错？你能怪儿子吗？他也是为了工作，为了生活。你能怪妈妈吗？他一辈子都在为儿子着想，谁都没错，可是谁都不对。这就是人生最残酷的地方。孝顺这两个字，你若是不及时做，等到想做的时候，就已经来不及了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这一句话我们都会背，可我们没几个真正做到的。第二个故事，我要讲一个反转，讲一个你第一眼会觉得冷漠，其实最深情的老父亲，我们叫他周老爹。周老爹是个退休的修车师傅，在新庄开了一辈子修车行，满手油污，沉默寡言，不爱说话。他的儿子老周从小就觉得父亲不爱自己，因为父亲从没去开过家长会，从没夸过他一句。考了第1名回来，父亲就看了一眼成绩单，嗯了一声，像没看见一样。老周心里一直有个疙瘩，觉得父亲是个冷血的人。后来周老爹老了70多岁，有一天突然把儿子叫到跟前说，我走了以后不要办丧事，不要放灵堂，不要请道士把我烧了，撒到海里去，就撒在淡水海边那块礁石前面。老周一听就火了，说爸你疯了，别人家都风风光光的办，你要撒海里，你让亲戚怎么看我们？你让我们做儿子的脸往哪搁？
周老爹不说话，就瞪着他说，我这一辈子不欠人的，你按我说的做就行了。说完转身回房，门一关，老周气得3天没跟他说话。亲戚们听说了，也都摇头，说这老爷子太古怪了，太冷血了，连个死人面子都不给儿女留。但各位，事情到了周老爹走的那一天，才真正反转。老周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，在一个铁盒子里找到了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给我儿。老周打开信，手一直在抖。信上写着，儿啊，你还记得你6岁那年吗？在淡水海边，你贪玩走到深水里，被浪卷走了，是一个陌生人把你救上来的。你妈吓得当场昏倒，那个陌生人把你救上来以后，没留名字就走了。这么多年，爸每年过年都去那个海边放一束白花，谢谢那个人。你一直恨爸不关心你，可你知道吗？爸自那次以后再也不敢带你靠近水边，每次看到海，爸都腿软。爸不是不爱你，爸是怕爸这辈子嘴笨，不会说那些温暖的话。可爸把你从小到大画的每一张画都收在这个盒子里了。你自己看看，你5岁画的爸爸，7岁画的我们家，10岁画的学校，都在爸选海葬。不是要抛下你，是因为那个地方是救了我儿子命的地方。爸想回到那里，守着那里，等你有一天也老了，你到海边走走，吹吹风，就当爸还陪着你了。各位朋友，你听到没有？一个一辈子沉默寡言的老人，把最深的情藏在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里，藏了几十年。他没有说过一句爱，但每一件小事都是爱。他选海葬，不是冷漠，是感恩，是深情，是对那片海的谢意，是对那个恩人的纪念，是他在用最后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。老周读完信，一个大男人跪在客厅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他恨自己，恨自己为什么从来不肯去读一读父亲那沉默背后的心。他后来每年父亲忌日，都会去海边，坐在礁石上，也不说话，就那么坐着，就像小时候父亲偶尔带他去钓鱼那样，静静地坐一下午。各位，这个故事我每次讲都要眼眶发热。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人心隔肚皮，你看到的那层冷漠，底下可能藏着一团火。你看似平淡的亲情，可能比海还深。你要会用你的心去感受父母那颗心，而不能只凭他们那张笨嘴就断定他们不爱你。第3个故事，我要讲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一辈子算账，最后把自己算成孤家寡人的老板。这个人姓李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在台中开连锁餐厅，生意做得很大，风光得很。他这一辈子最擅长的就是打算盘，生意上精明，家里更是精明。他60岁那年就立好了遗嘱，把所有财产分配得清清楚楚，儿子拿多少，女儿拿多少，哪一个店面给谁，哪一栋房子归谁，写得明明白白。他还特别交代，我死后不要办丧事，不要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仪式，省下来的钱你们几个分一分，用不着拿我的身后事来充场面。我当时在场听到这句话，我看了他一眼，我心想，老李啊，老李，你这是精明过头了。你以为你用一纸遗嘱就能换来家庭的安宁吗？你以为你宣布不办丧事就能省掉儿女之间的明争暗斗吗？错了，大错特错。因为钱这个东西最怕是算得太轻。
情这个东西最怕是台面下摆不平。果然，老李还没走呢，家里已经乱了。大儿子觉得自己店面分少了，二女儿觉得房子不值钱，小儿子觉得爸偏心。三个孩子开始互相猜忌，见面就冷嘲热讽。有一次家族聚会，桌上摆着满汉全席，三人为了老父亲名下的一块地，当场拍桌子，骂得面红耳赤。老李坐在主位上，握着筷子的手一直在抖。那顿饭他一口菜都没咽下去。后来老李中风了，躺在床上不能说话，只有眼睛能动。他三个孩子轮流来照顾，可你猜怎么着？每个人来看他，做不到10分钟，就开始接电话，就开始谈生意，就开始问律师，爸的那个股权变更了没有？他们没有一个会坐下来，握着老父亲的手，问问他今天疼不疼，问他今天想吃什么。老李的生命最后那段日子是在医院度过的，白天看护工，晚上看护工，三个孩子每人来半小时，像打卡一样，签个到就走了。老李走的时候是凌晨3点，身边没有人，他最后的人生好不凄凉。一个曾经呼风唤雨的老板，一个曾经算无一策的精明人，临终时连一句孩子你在吗都没来得及说出口。他走了以后，3个孩子果然按他的遗嘱办简单火化，没有告别式，没有仪式，骨灰撒了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的律师。然后他们开始打官司，打到今天还在打。为了那几间店面，为了那栋房子，为了那笔存款，3个亲兄妹成了仇人。老李生前最得意的事情就是自己精明，所有事情都算得一清二楚。可他临了才明白，他算清了钱，算没了情。他立好了遗嘱，立绝了亲情。各位，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看他风光一世，算计一世，最后落在病床上，连一口热汤都没有人端。你说是他儿女不孝吗？是。可你也要想想，这个结果是不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？他一辈子教孩子的都是怎么算账，怎么争，怎么不吃亏。他从没教过他们怎么爱人，怎么付出，怎么陪伴。他以为把财产分配好就是尽到了父亲的责任，他错了，他大错特错。他给孩子的都是钱，可孩子是吃钱长大的，他们的心里就只认得钱了。各位朋友，这是最惨痛的教训。你用钱财喂大的孩子，他回报你的也只有钱财。你指望用钱买到孝顺，你最后买到的一定是一座空坟和一个冰冷的遗嘱。第4个故事，我要讲一个平凡的伟大，讲一个不识字、不精明、什么都不会算计的普通女人。她是在菜市场卖青菜的，大家都叫她阿朱姐。阿朱姐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，也不懂什么大道理，她一辈子只会做一件事，就是炖汤。她每天凌晨3点起床，去批发市场进货，然后卖一天菜，晚上收摊回家。她必定要炖一锅汤，排骨汤、鸡汤、萝卜汤，换着花样炖。因为她女儿在城里上班，每天加完班回来已经很晚了，她怕女儿饿着，每天都留一碗汤在锅里温着。女儿回来打开锅盖，端起来就喝，喝完了抹抹嘴，说妈，你怎么又炖汤？我都喝腻了。阿朱姐就笑说，腻了也要喝，外面卖的汤哪有家里的实在。这样的日子
过了10几年，一年365天，那锅汤几乎没有断过。各位要记住，这就是平凡人的伟大。他不懂得说什么爱，也不懂得说什么牵挂，他只知道下班回来锅里有口热汤，孩子身上就不冷。后来阿朱姐老了，身体越来越差，女儿劝她别卖了，在家歇着，她不肯。她说，我要是闲下来，我一天天的连个盼头都没有了，你下班回来连口热饭都吃不上，那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后来她病倒了，在医院，她拉着女儿的手，说了几句心里话。她说，闺女，妈这辈子没本事，没给你攒下什么钱，也没给你留下什么房子，妈就一样嘱咐你，妈走了以后，别花那个冤枉钱办什么丧事，那都是做给活人看。妈不要，你到时候给妈炒2个菜，叫上隔壁几个老姐妹，坐下来吃一顿，喝一碗妈最拿手的排骨汤，就当送过妈了。女儿听了，哭着点头，说好，妈，我记住了。然后阿朱姐走的那天很平静，很安详，她是笑着走的，因为她这辈子活得很踏实。她每天看得到女儿回家，每天看得到女儿喝汤，她的爱每一天都送到了。她没有遗憾，她没有心寒，她没有孤独，她是一个被爱包围着的女人，也是一个用爱包围着女儿的女人。所以她的身后事虽然是简简单单，却一点都不冷清。阿朱姐走的时候，真的没有告别式，没有灵堂，没有花篮，但是出殡那天，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？整条菜市场那条街，所有的摊贩，卖鱼的，卖肉的，卖水果的，卖花的，全都放下生意，自发的站成2排，每人手里拿着一把青菜或者一束花，没有人大声哭，大家就静静的站着，目送他的灵车过去。有几个跟他认识几十年的老姐妹，眼泪止不住的流，嘴里念叨着，阿朱啊，你走得急啊，你那锅汤以后谁来炖啊？女儿捧着母亲的骨灰，走在这条母亲走了30年的路上，走到一半，她突然跪下了，对着满街的人磕了3个头。她哭着说，我妈说她没啥本事，可是各位叔叔阿姨，你们看，我妈妈这一辈子最大的本事，就是让整条街的人都爱她、敬她、想念她。她什么都没有，可她又什么都拥有了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平凡的伟大。阿朱姐一辈子稳扎稳打，老实本分，不争不抢，不算计人，不占便宜，就靠着一锅热汤，一颗真心，接住了命运给他的最后一份馈赠。他走的时候无牵无挂，他种下的每一分善意，都在他走的那一刻，变成了满街的眼泪，变成了女儿心里永远的底气。你说他福气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这才是天底下最好的福气。4个故事讲完了，我知道你们心里已经有些沉甸甸，不要急着难过。我跟你们讲，光是伤心没有用，我们要从这些故事里学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。你们不是问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父母走得安心，让自己不留遗憾吗？我今天就告诉你3个不花钱、不难做、随时随地都能做的小动作，只要你肯做，你的孝心就能落到实处，父母就能感受到。咱们先讲第一个数，每天给父母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个视频，不用长，3分钟就好，就问3件事。
今天吃了没？身体怎么样？钱够不够花？你别小看这3分钟。我跟你讲，在心理学上，这叫被看见。人到了老年，最怕的不是穷，不是病，是怕自己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，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人。你每天这个3分钟电话，就是在告诉他，爸妈，你还被我需要，你还会被我想起，你不是多余的，你在我心里有位置。这个信号比任何物质上的孝敬都要重要得多。我见过许多老板给父母买豪宅、买金表，却从来不打电话。父母住在大房子里，跟住监狱一样。你也见过许多普通人赚不了多少钱，可是每天固定时间给爸妈请安，聊聊家常，老人脸上那种满足感是装不出来的。各位，亲情这个东西，认的不是钱，是时间，是你在一个人身上花的那些心思。古人讲，父母在，不远游。可现在社会没办法，大家都得讨生活。那你远游没关系，你的声音要常回家，你的问候要常到家门口。你记住了，一通电话3分钟，就是父母一天里最暖的时候。第二个数，回家的时候帮父母揉揉手，捏捏肩。我跟你讲，这不是普通的按摩，这里面有很深的门道。咱们中医讲，人的手背是全身经络的汇聚之处，虎口这个位置叫合谷穴。古人说，面口合谷收，常按这里，能通气血，能安心神。可我要跟你讲的，不只是穴位，是触碰本身。你知道吗？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，叫皮肤饥渴。人老了以后，伴侣可能走了，孩子不在身边，长年累月没有人触碰他，他的皮肤是饥饿的，他的心就寂寞。你回家不要光坐着看电视，你端一盆热水给爸妈泡泡脚，帮他们揉揉脚背，捏捏小腿，或者就轻轻握着他们的手，搓一搓他们的手背。你不需要说什么话，就这个动作就够了。因为肌肤的接触会分泌一种叫催产素的东西，它是我们人类最原始的爱的来源。你传递给他的不只是热量，是安全感，是那种我还被人宝贝着的感觉。你想想看，你小时候是不是在妈妈的怀里被拍着背才能睡着？现在他们老了，像小孩一样，他们也渴望你的手。你去看一看，多久没有抱过你的父母了？多久没有牵着他们的手走路了？别害羞，别觉得肉麻，他们是生你养你的人，你的一双手就是他们晚年最踏实的拐杖。第3个数，也是我最想推荐给你们的，找一天坐下来，请父母讲一件他年轻时候的事，然后用手机录下来。你可能会说，那些故事我从小听到大，耳朵都起茧了。各位，你听的重点错了。你要明白，老人跟你讲过去的事情，那不是唠叨，那是在给你递家产，那是在告诉你咱们家是从哪里来的，你爸你妈年轻的时候吃过什么苦，流过什么汗，怎么认识，怎么相爱的，这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，比任何房产都值钱。你把它录下来，存起来，今天听一遍，10年后听一遍，等你不在了，你的孩子再听一遍，这个家的根就算扎下了。我跟你讲，很多老人，你让他讲过去，他的眼睛会发光，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有白活，他有人愿意听，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，
而不是一个等死的老人。这一份被需要的感觉，这一份被珍视的感觉，比吃食品补药都管用。反过来，等你把这些录音留下来，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想念他的时候，你打开手机还能听到他的声音，你就不至于像我前面讲的那个儿子一样，只能在树下哭，却连妈妈的一句声音都再也听不到了。各位，这才是最踏实的仪式感，最不花钱的传家宝，你记住了吗？好，树讲完了，我要跟你讲一讲道了。咱们老祖宗讲相由心生，你去看一个人，你的心是善的，你的相就是善，你的心是安宁的，你的相就是安宁。你父母的晚年，他们脸上的神情是安详的还是苦楚的，其实都跟他们心里的念头有关，也跟你们这些做子女的平日里种下的因有关。你种下陪伴的因，收的就是安详的果；你种下冷漠的因，收的就是遗憾的果。这里面没有一样是迷信，这是最朴素最真切的因果。我们常常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什么叫做善？你以为捐多少钱盖多少庙那才叫善吗？不是的，真正的善是从你对父母的态度开始的。你连生你养你的父母都舍不得花一点时间，都不愿意多一点耐心，你到外面去烧香拜佛，你到外面去当义工，那是本末倒置，是在自欺欺人。跟你讲，你父母就是你在世间最大的佛，你在家陪他们吃一顿饭，比你去庙里磕100个头都灵。你把他们哄开心了，比你在神前求什么都有用，因为家和万事才能兴。你自己回想一下，你事业顺心的时候，是不是家里也和睦的时候？你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是不是往往后院也在起火？这两者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，骗不了人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你看透了没有？当你的父母跟你说死后不要办丧事，你不要急着夸他们洒脱，你要先问问自己，我对得起他们的洒脱吗？他们敢说出这句话，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人撑着，还是因为已经凉透了心，认了命？你摸着良心想一想，你上一次回家是什么时候？你上一次陪他们吃饭是多久之前？你上一次听他们把话说完，而不是打断他们，又是什么时候？你如果答不上来，那我劝你今天回去就做一件事，抱抱他们，或者牵着他们的手，坐一会儿，什么话都不用说，就静静坐着。你看看他们的脸，你仔细看一看他们脸上的皱纹，是不是比你上次看的时候又深了，又多了？你的父母正在你看不到的地方，一天一天地老去，一天一天地缩小。他们的背越来越驼，他们的耳朵越来越背，他们走路越来越慢。你以为他们还有好多时间，可时间这东西最不经花，眨眼之间就是一辈子。我这一行见多了生死，见过太多哭着跪在灵堂前说早知道那年应该多陪陪爸的人，也见过太多抱着骨灰坛说妈，我还没来得及带你去坐一次高铁的人。可人已经走了，你再多的眼泪，再豪华的告别式，再精致的树葬海葬，都换不回他睁开眼睛看你一眼。所以我今天跟你讲了这么多，就是要告诉你一句话，所谓孝顺，孝很容易，顺很难。孝是物质上给予，顺是精神上陪伴。
你给父母买再贵的东西，那不叫孝顺，那叫买东西。你肯蹲下来听他们把话说完，那才叫孝顺。你肯常常让他们觉得自己还被需要，那才叫孝顺。你肯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抱抱他们，亲亲他们，说一句我爱你，那才叫孝顺。至于身后事，办得风光也好，办得简单也好，树葬也好，海葬也好，那都只是形式。形式是给活人看的，是给面子撑的。你妈都走了，她看不到了，你办得再好，她也吃不上一口，穿不上一件，听不到了。你与其在她走后花几十万办一个风光的告别式，不如在她活着的时候多花几百块，带她吃一顿她想吃却没舍得吃的饭。你与其在她走后请一堆人来哭，不如在她生前多叫几声妈，多说几句爸爸辛苦了。你听明白没有？生前的一碗热汤远胜过死后的万柱清香，那是真的，那是一点都不假的。我讲了这么多，最后再送你一段话，也是我这些年最深的感悟。人生几十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父母跟子女这一场缘分，其实也就那么短短几十年。你小时候，他们抱着你，喂你吃饭，给你换尿布，半夜你哭，他们整宿不睡，哄你，抱着你。等到你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飞走了，他们剩下的就是守着一个空屋子，等你的电话，等你回家，等你带他们出去走走，等那一口热汤有人喝。你算算吧，你一年回家几次，一次待几天？你父母今年几岁了？他们还能等你几年？你用这个数字去算一算，你这一辈子还能再见他们多少面？我跟你讲，很多人的答案会让他自己吓一跳的。原来他跟父母已经相见的次数是个位数了，那你还等什么？你还忙什么？你赚再多的钱能买回时间吗？你升再高的职能换回父母的一个笑容吗？不能的，什么都换不回来。所以各位朋友，趁着阳光还好，趁着父母还在，趁着那句我爱你还没变成一声叹息，赶紧去做吧，去打个电话，回家吃顿饭，给他们盛碗汤，帮他们捏捏手，听听他们讲故事，把我今天跟你讲的这3件事真的做起来，你会发现你不用改风水的，你只要把心摆正了，把孝做足了，你家的风水自然就好了，你自己的运势自然就顺了。这就是古人讲的那句话，百善孝为先，人心正了，一切都会正的。你父母的脸就是你的风水，你父母的笑就是你的运气。你今天对父母笑一笑，明天你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好人。你今天给父母端一碗汤，明天你的人生就会多一碗饭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天理，这是因果，这是那个看不见的却一直在运转的宇宙规律。你要信它，你要行它，你就能得到善果。最后，我要祝福天下所有的父母健康长寿，平安喜乐，也祝福天下所有的子女能及时尽孝，不留遗憾。人这一辈子来的时候是干干净净的来，走的时候如果能带着儿孙的温暖走，无憾的走，平静的走，那就是最大的福气了。至于那身后一场盛大的丧礼，一场体面的告别式，一棵树，一片海，其实都不重要。因为真正重要的是你在还能爱的时候用力去爱了，
是你在还能陪伴的时候好好陪伴了，是你让父母知道他们这辈子没有白养一个孩子，你让父母记得他们曾被人深深的爱过，深切的挂念过，那你的父母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化作风还是海，他们心里都是暖的，你说对吧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做子女的才算是真的没有辜负这一场缘分，也才真的配得上父母临终前那句孩子，我死后一切从简，有你这句话，爸妈走得安心。好了，今天的话就说到这里。你如果也被这些故事打动了，心里也想起了家里的爸妈，那就顺手点个赞，点亮那个订阅的小铃铛，把这份心意转发给更多人。你的一次转发，也许就能唤醒一个在外打拼的儿女，让他今晚就拨通那通电话。咱们下期再见。